上期过来修网，每次一插网线，我电脑总是莫名其妙的死机。后面拿出电笔一测，原来网线它带电。不光网线带电，就连机柜和设备都有不同程度的带电。当时不清楚这电是哪来的，所以我就把插头给拔了。检查插座的时候，发现里面并没有地线。当时我测一下灵活线都是正常的，那这些电应该是感应电了。后面我接了一条地线，把这些感应电给消掉。但让我想不到的是，我一转头，这些监控咋都没了。我可是啥都没干哦，顶多拔了电源线而已，画面咋说没就没了。当时想跑路的心都有了。但是你们不知道，旁边还有一位大哥看着呢，我这想走也走不掉啊，只能硬着头皮修了。我现在首先要搞清楚这里面都有哪些设备是负责监控的，所以我先去录像机后面看下录像机的主线是接到哪个设备上的。我手里拿的就录像机的主线了，我先记着这条线，然后再去前面看看它是接到哪个设备上的。刚才就是这条线了，原来这条线是接这个交换机上的，那这个交换机就负责监控的主交换机了。现在这主交换机有两条线不亮，估计其中一条不亮的应该是主线了。当时我顺着灰色线看它是接哪个设备上的，却发现它并没有接任何设备，而是打个圈就丢在这里了。那这条线先放在一边了。那剩下这条黑色不亮的线，它会不会是主线呢？它又是通向哪里的？我去机柜后面看了一下，无奈的是这边线实在太多了，我也不知道是哪条了，只能上寻日仪了。通过寻日仪检测，发现它是通向外面的，这下麻烦了，因为外面杂草丛生，人是没办法进去的，而且要命的是种草还长满了刺。眼下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之前布线的师傅喊过来和我一起检修。当时打了电话联系，那师傅表示他目前赶不过来，只能让我自己想办法了。不过这趟电话也不是没有收获，他给我提供了2个录像机的密码。那时候我就习惯性的输入密码，打算看下录像机当前的网段。哪成想就是这么一个习惯，就迎来了转机。那时候我看录像机的网段是 192.168.1.1 网段的，然后我又看了摄像头的网段，结果就找到了监控断开的原因。喂，你这个 IP 有变化了，你这个 IP 有变化，这就好办了。这种故障是最好解决的了。刚才我们看的录像机是 .1.1 网段的，而这摄像头则是110网段的。如果录像机和摄像头不在同个网段，那么摄像头的画面它就会断开，所以我就尝试把录像机和摄像头改成同个网段，看一下监控画面能不能恢复过来。这168的 IP 给它改一下，防止有 IP 冲突。默认网关改成 192.168.110.1， 改完毕后就回到预览画面等待，看下摄像头能不能恢复。哇哦，大伙看吧，果然都恢复了。一开始我还以为我动了他们哪条线，哪成想是他们录像机自动获取 IP 地址，导致和摄像头 IP 不匹配。其中情况我还是挺冤的，就算我不过来维修，这些画面它也会断开的，只不过我拔了电源线，加速了他们断开的时间罢了。接着就到第2个录像机了，我输入完密码后看了下 IP 地址，一样是 192.168.1 网段的。然后我看了摄像头，摄像头居然是0网段的，看来是一样的情况了。这里我就把录像机网段也改成了0网段，填完毕后就回到预览画面等待，看下能恢复多少个画面。这边大概等了半分钟左右，发现只有4个画面恢复正常，其他画面就没有任何动静了，那只能去通道里面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我在通道里面看了下摄像头，显示网络不可达，看来录像机还是没有找到这些摄像头，但是下面却找到了一批1网段的摄像头。我往下拉看了下，足足有15个摄像头，我就马上数了下他们之前有多少个摄像头，目前正常的只有4个，不正常的有15个，这不是巧了吗？这1网段的摄像头有15个，这不刚好就对上了吗？于是我就勾选这些断开的摄像头，把它给删了。删完以后，我再全部添加这些1网段的摄像头。1网段摄像头加上去后，全部被录像机改成了0网段。大伙看吧，都恢复了。
这是真的是有惊无险。到了这里，我也能大概还原他们的故障了。一开始他们用的就是这个企业路由器，因为这些摄像头和企业路由器都是同个网段的。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现了感应电，影响了这个企业路由器的工作。在我之前就有师傅过来维修过，但是那个师傅不知道是感应电影响了设备，所以怎么修都修不好。那个师傅就拿这个家庭路由器试了下，但偏偏这个家庭路由器它是一网段的，我这么一断电，录像机就拿到这个路由器的一网段地址，这一下子就导致录像机和摄像头的 IP 不匹配，画面就全部断开了。还有这个家庭路由器之前应该是零网段的，可能3个师傅和我一样遇到同样的困扰，网络修好了又崩，修好了又崩，但是又找不出原因来。这种情况很多师傅都会选择修改网段试一下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零网段的摄像头出现。总之这场故障罪魁祸首就是感应电的出现，影响了整个设备。后面我给机柜全部设备做了接地处理，这一切才恢复了正常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了。客户说这边一大早就断网了，但有时候又可以使用，就是卡得不得了，就把我喊了过来，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。我过来的时候发现他们这边的部门是非常的多，而且到处都有光猫、路由器和交换机，搞得我都分不清都有哪些设备是负责他们部门的了。所以我只能从一台断网的电脑开始下手了。我对准图标右键，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，然后打开本地链接，我点开详细信息。当我看到169开头的 IP 地址，那我就明白是什么故障了。如果电脑出现169开头的地址，你就要检查它的线路了，因为这种情况是电脑没有拿到路由器的 IP 地址，所以就没办法上网。哇，这里还有个录像机哦。开始我还以为是电脑接到这个交换机上的，但是后面捋了下，它并没有接在交换机上，而是顺着这条线去了另一个方向。我也顺着这条线很快了就找到了这个交换机，幸运的是主路由也在这里，这就省了不少事。我看了下灯，发现它爆闪的厉害，那我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。那灯闪的这么厉害，肯定有环路了，这个有人插错线了。来，这条线呢？我看到这条线，要不就是他这个水晶头掐的时候有。不对，你这属于环路了，你这种。这个路由器灯也闪得很厉害，我拿电脑来试一下。你这个有问题了，我把交换机的主线给拔了，然后接上我电脑上，先确定一下路由器能不能上网。路由器能上网的话，再解决交换机的问题。好在我电脑显示路由器是可以上网的 ，IP 地址也获取到了，是零网段的。我给电脑设置了一个零网段的 IP 地址，设置完毕后就开始拼地址了。192.168.0. 这里我已经拼通了，那么就把路由器接回交换机，开始找这条环路的网线。不过我当时闹了个乌龙，拔了很多线，拼还是没有通的。我以为是我运气差，但是全部的线都拔完后，拼还是没有通。这时候我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我电脑没有接上交换机。当时我只能把电脑接上交换机，然后再挨条插回去，看看拼的变化了。现在是可以拼通的，然后就接这条。这条好像是从那边来的。这条是连出去外面的。这条正常，这条没事，这条正常。然后再接这条，看它接到哪条网络会崩掉。这条网络直接崩掉了。那就这条。当时运气挺好的，第二条接上去，拼就丢包了。后面我把全部的网线都接回去，拼再也没丢过包。那环路的网线只有这么一条，我用寻迹接上去，就开始了找线之旅。当时大概找了5、6个办公室，最终在这角落找到了这条线。在这里，现在一片响，一片响的话，把档位调低一点，就不响了。这条响。在寻迹选线的时候，可以直接对线了，提升了工作效率不说，而且它还配了红光笔功能，不但可以寻网线，还可以寻光纤。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考虑入手一把。我看了一下交换机的灯，它还是闪得那么厉害，但是我这边并没有看到插环路的网线，所以环路应该在另一个地方。还好他们知道哪里还有交换机，于是我就跟了过去。
哇，我这里还有交换机。这边也闪得这么厉害。据说交换机找到了，但奇怪的是，这边我也没有看到哪条线是插环路的，他们也不知道哪里还有交换机了，所以我只能用电脑来排查了。当时也是通过看天拔线的方法，最终定位到了这条网线存在环路，那么就开始找这条线，看它是通向哪里的。调大功率。往那边走吧。往什么都没看，这个什么都没看。这种不是了，它不在这里，功率太大了。不想，还是它还跟电线在一起不容易这种。不想，这两条都不响。不对，不是这里，一调大功率就都响了，按声音不对，调小功率就不响，那不是这两条线。还有电线在里面呢，还有电线里面。有电没事，不在这里，不在这里，往这边找。你这个不好找哦。我拔那个出来就看到了。你这条肯定有问题了。我不在这里。等一下，你这条不会在这里面吧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你这条应该在这交换机上，这线路应该是从这里出来的。原来这边这条线应该是给这边这台电脑用的，然后有人把它插上去了。就这条线应该是放在这电脑上的，但是有人把它插上去了，然后整个网络崩掉了。验证一下。因为这边嘛，它响是响，但是声音不对。那边的话也是一样的，那应该就在这里了。降低档位，都响的情况下再降低档位。这条应该啊，这种的话就直接拔线了，不用找了。对了，原来这条线另头已经接交换机上了，这一头原本是要插电脑的，但是不知道是谁把它接回交换机上，导致整个网络都崩了。我把它拔了以后，大部分网络都恢复了过来，但他们说有台电脑还是不能上。我看了下 IP 地址才发现，这电脑还是内网的地址。这我就纳闷了，他们之前是怎么连外网的？直到另台电脑才给了我答案，原来他们电脑都是插两条网线的，正好这台电脑的附加网口坏了，导致外网迟迟没有接进来。我给他们换了新网卡后才发现，他们以前都是这么切换内外网的，比如想用外网了，那么就把内网给禁用，再双接启用外网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上网了。想换回内网的话，那么就禁掉外网，再双接启用内网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内网了。我也是头一回见到这种方案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了。